要准备倒数了哟，死亡10秒，快，只有10秒哦。9、8、7。这是令特战女兵们有些抓狂的训练瞬间，在这样的时刻里，他们要展开一次次意志与体能的较量。但在教员特战大队班长王雪的眼里，这一切都是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所必须经历的。那么，王雪是谁？作为武教头的她，又是如何练兵的呢？我是女特人，永葆女特魂。我是特战女兵王雪。王雪来自武警四川总队某机动支队，精通狙击、侦察2大特战专业。2019年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3等奖。2020年被武警四川总队表彰为军事训练标兵。2023年被评为全军优秀军士，荣立3等功2次，嘉奖5次。此时的狙枪训练已经进行了20分钟，还有不间断的蚊虫叮咬。因为当时脚麻了，可能就没那么明显了。现在可能已经出现，大家的右脚开始变麻，左手已经开始肌肉僵硬啊！但是希望大家坚持。大家都以为再坚持一下，训练就可以结束。然而，让队员们想不到的是，此刻教员王雪又进行了加时训练。带上你们的水壶，感受一下这个重量。感觉自己的手已经麻了，就是完全使不上力气的一个状态。原来，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训练，是因为王雪发现了胡雪琴的手臂力量不够，导致她不管是攀登还是举枪，成绩都不达标。为了快速帮助胡雪琴提高手臂力量，王雪特意用壶铃来做辅助练习。10。然后手枪的话应该是2000克到3000克左右，然后但是这个壶铃的话有6000克，其实相当于重了2倍到3倍的样子。然后我们主要就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手枪端枪出去，其实也依靠的是这个小臂和肩膀的力量。然后我们用壶铃做一个辅助练习，练的也是这个小臂和肩膀这一块的力量。然后可能更重一点，等到他们再端手枪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比较轻松，然后端的时间也可能稍微更长一点。这是最后一组啊！3就对了，快，准备，走。狙枪稳定了，射击成绩就会提高。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特战女兵的成绩在靶子上也有了结果。第一轮射击，特战女兵们没有发挥好，王雪会细致地帮助她们分析问题所在。你的弹着整体太偏上了，你下一次瞄准的时候啊，希望你往下稍微瞄一点。你看你这个弹着整体偏左啊，你要考虑到底是枪支的问题，还是你左手掰枪的问题。第2轮射击时，胡雪琴克服了手臂力量的问题，射击成绩有了明显提升。而特战女兵罗成华更是打出了99环的好成绩。然后班长他每一次都会把问题给我解决掉，然后就会让成绩变好。王雪想让队员们知道，想要成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经历一番艰苦磨砺，而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王雪所在的女子特战大队前身是武警四川总队女子特警队，担负着反恐处突、抢险救援等任务。一批批特战女兵战胜了心理、生理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练就了一身的过硬本领，曾经荣立集体1等功。在王雪的少年时期，受电视连续剧《女子特警队》的影响，就把当兵入伍作为人生目标。让她感到激动兴奋的是，2014年9月入伍时，王雪如愿来到了女子特警队的原型单位。我当时特别的兴奋，我就觉得天哪，就跟就是天上掉了特别大一个馅儿饼一样，当时心里面就特别开心。
最初刚刚进入特战时，王雪和初入军营的女孩子一样，其实内心之中都有一些胆小。站在那个楼顶上的那一刻，我往下看都不敢往下看，因为就感觉快窒息了那种感觉。当时我都哭了。练习端枪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绝望了，就是趴下去就没有起来的口令了，跑步也挺痛苦的，就感觉防弹衣怎么这么重，头盔怎么这么重，身上的枪也好重。然而，作为一名女特战队员，王雪不仅要练就身如飞燕、飞檐走壁这样的绝活，也要练就过硬的射击本领。对她来讲，这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自己爬的时候也挺崩溃的，就经常像刮腊肉，就大家所说的刮腊肉，挂在上面，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就特别的难受。走过了那段艰辛的训练之路，王雪迅速成长起来。如今，她也想把自己的训练经验传授给女兵们。可能比较沉。副班长傅雨欣体能素质相对过硬，但是抓绳上科目对她来讲却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难题。我说你主要用腿蹬，你试一下，我们用手做一辅助。我也让他试一下2件防弹衣是什么感觉。当时班长带我们班的时候，只有我们班穿了2件防弹衣，就别人班在笑我们。与此同时，在体能训练时，王雪特意加强了傅雨欣的腿部和腰腹力量训练。你看这个收腹就收的比较多啊，然后你看他的每一次收腹基本上都是收到了极致的。你看你爬到绳的时候，如果能收这么多，每一步就已经非常高了。针对个别女兵手部用不上力气的问题，王雪特意找来了一个重达3000克的杠铃片。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你想一想，你爬上去的时候，咔的时候，上面的风景又变美了。快，美好的风景等着你。你练的感觉怎么样？手臂不觉得小，就大腿跟以前就是抓着就会觉得没有力气了，我就会做这样，我就会抱着那个绳，因为抓不紧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可以不停，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可以一直不停的爬上去。针对性的寻找薄弱点进行专项训练，仅仅半个月的时间，特战女兵的抓绳上成绩有了飞跃提升。一向成绩垫底的傅雨欣，更是达到了优秀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是最直观、最粗暴的一种方式，就是很能见成效的一种方式。王雪虽然走上班长的岗位，重心主要是如何带兵，但对自己的体能训练，她也抓得很紧。基本上是晚上的时候，可能稍微等大家睡觉以后吧，然后就可以去走廊，然后用小凳呀，然后我们也会有壶铃啊，拿回班，然后就自己加力量。那脚你看到没？重。王雪针对不同的科目、不同的特战队员，她采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罗成华，你能不能搞快点？太慢了，快点！为了解决这个让特战女兵困扰的难题，王雪自制了一套游戏式的体能训练方法。我们在进行一个综合体能，然后基本上设置了6个科目，然后会练到不同的地方，然后主要是检验大家能够一次性能够做很多不同的科目，然后也是练的一些小块的肌肉。搞体能的时候也会觉得，其实氛围好了，其实累点无所谓，就会让他们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然后比较开心的一个氛围，让他们就是既能练到位，又能比较开心。多收一点。这些用心良苦的训练方法，就是为了克服特战女兵在训练科目中的各种短板。这个的话，主要是我们可以练心肺，我们的腿部力量以及我们这个腹部的收腹，然后它主要针对我们的弹跳，然后有比较明显的帮助。我们练的这个哑铃的话，我们基本上就练针对这一小块肌肉的训练，也方便大家抓绳。然后这边练臂力的话也是一样，其实就是针对一个手部它整个的一个，尤其针对大臂这一块，它有一个肌肉的训练。这个感觉真厉害。看似简单的训练，一轮操作下来，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大汗淋漓。
稍微手往内合一点。我们基本上会到一般45秒到1分钟，我们会进行一个轮换，所以它基本上一场下来的话，身体的基本上大部分的肌肉都能够练得到。谁先出汗谁过来啊！要豆大的汗滴。这一组到这儿来，那一组去跳这个，这一组这儿来，快换。我们要做的真的就是坚持，我们不一定比别男的队员可能有那么好的身体素质和那么好的身体机能，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韧性，我们能够靠我们的韧性去弥补我们的缺点。不要动，大家坚持，每一次这个时候都是你掌控1分钟的时候，坚持啊！每天的训练场上，听到王雪说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坚持的声音。就是每一次突破一点点，只要你能坚持，你每一次你都用心对待，那肯定是有进步的。坚持，4、3、2。而正是有了坚持的习惯，特战女兵在练习特战科目时，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他虽然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在训练场上，他会先活跃我们大家的气氛，让大家以一种很快乐、很开心的心态去面对训练。除了体能的短板之外，恐高也是一项让大多数女兵头痛的问题。在这天的锁降训练中，女兵罗成华因为恐高一直不敢跨越栏杆。我翻出去了2次又翻回来了，然后第3次就下去嘛，但是就是保护我的人说下面那个垫子都被我的眼泪打湿了。我太能体会他那种心情了，就真的很害怕，就把那个绳子感觉都快捏碎了，就生怕它滑一点点，那个脚也不听使唤，手也不听使唤，整个人反正也比较僵硬，就脑袋就一片空白，盯着下面特别害怕。王雪心里很清楚，罗成华不是不敢做动作，而是无法跨越心里的坎儿，所以每一次穿戴装具都给他检查得格外仔细。我穿戴的那些装具，他都会亲自给我检查一遍，就也是给我一种安全感吧，让我自己相信我身上是安全的。然后他也会再给我进行心理的疏导，然后让我自己心里不那么害怕。在王雪的耐心引导下，几天之后，罗成华尝试着跨越了内心的那道坎。别怕，你勇敢跨出你的左腿，我把你握住的啊。好。然后站在上面的时候，他又会把绳给我收紧，因为在上面如果把绳收紧的话，你是感觉得到非常的安全，就有人在后面拉住你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自己就让我自己能够自己很大胆很放心的就是倒下去，挺感动的。他就让我经常会想到陪伴2个字吧，因为每一次训练像每一次进步其实都有他在。善于找问题，又善于钻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材施教。几年来，在王雪的带领下，班里战士先后有多人入党提干，为单位培养出了一大批训练尖子。雪儿的情商比较高，就是说他在带兵方面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对于班上的兵都很关心，都很关爱。我学到的每一点一滴，就是能够带给我下面的一些战友，就是我带的一些战友，能够帮助他们成长进步。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的强项。快，你的肌肉在增长。还笑得出来，就说明不累。快，王雪，走，出列，是。不久前，王雪因为出色完成任务，又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让很多男特战队员也想一睹她的风采。想和我呀切磋一下？对，听说你打得不错，我想跟你试试。我感觉我打得也很好。那你觉得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我觉得是我厉害，行，切磋吧。我也觉得是，是不是？好，最少是你们赢了，我们打一场再说嘛。讨论之后，比赛规则也制定了出来。就手指方向，从这里跃进过去之后，而后回到这里为我们的射击地线，领取2发弹，再射击我们的气球，而后再进行第2次的越野。过来之后也是依次领了2发弹，然后再对乒乓球进行射击，到最后看谁射击的目标越多，用时最短，那就谁就胜利了。其实王雪第一次接触狙击枪时，还一度被战友们开玩笑。刚开始练搞竞狙的时候，然后他们经常还笑我说我还没有枪长。这一次，特战男兵唐宝奇要挑战的是运动后狙击。运动一过后以后，然后肌肉也比较僵硬，然后再操这个枪的话，就感觉特别难控制。气球肯定是没得问题，那乒乓球就怕有风。对，它那个风是突然一下就吹过来，然后突然就停了。乒乓球它不是匀速的摆动，它是嗖一下它就没了。遇到这种的话，你一般咋打的？我一般怎么打？看看能不能找到规律嘛，尽量找规律。没规律的话就看运气了。这一天的射击场上，不时吹来的一阵阵微风，增加了射击中的不确定因素。那么，王雪能否在这场比赛中取胜呢？射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你们2个谁先来？我先。没有什么意义吧？好，那就王雪先来。出发地线，准备。跃击！在战友们的加油声中，王雪扛起枪，开始了比赛。2声枪响过后，气球应声而落。接下来到了难度较高的乒乓球射击，在经过连续的奔袭后，王雪能否命中目标呢？王雪用时2分13秒，现在组接吧。你感觉你刚才打得怎么样呀？我感觉当时在跑的时候，呼吸影响比较大，然后对这个风一吹，对乒乓球的把握其实没有特别好。紧不紧张？紧张，那可是关乎我们大队的荣誉啊！入伍9年里，王雪把女子特战大队的荣誉看得格外重要。每一次比赛，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能给女子特战大队丢脸。王雪长服上的奖章代表着她一直以来的艰辛努力，更是军人至高的荣誉，也是让王雪最珍视的。第一个3等功的话，是在18年的时候参加武警部队特战分队专业集训的时候，取得了女子组第1，然后总评第5的成绩。然后当时这个过程的话，受到了很多教员，然后还有领导以及战友的肯定，然后获得了此荣誉。扛着枪奔袭，从身高和体能方面来说，特战男兵唐宝奇有着很大优势，而能否命中目标，则充满了不确定性。
最后一发呼吸没调整过来。对，我听到的这个难度确实有点高。对，现在我们非常的直观，可以看到是气球是已经打破了的。我们看一下乒乓球，哎，这个乒乓球打动了。第2分没有打动。对，感觉到晃动了的。用时2分01，没有问题吧？没得问题。没有问题是吧？好。命中目标数量相同，虽然时间上输给了特战男兵唐宝奇，对于王雪来说，每一次的射击都是经验的积累，更是下一次射击成绩提高的基础。所有的训练都是紧紧围绕实战进行。为了检验大家的综合水平，特战大队经常会组织一些实战演练，以此来检验训练成果。通过刚刚大家侦查的情况，我们得知犯罪嫌疑人一共有3名，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金钱，也存在一定的应急行为和报复社会的行为。现在情况已经非常危急。2组队员进行侦查之后，王雪迅速布置了作战方案，并给了自己一个特殊的身份去接近犯罪嫌疑人。组长，在我侦查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化妆侦查的方式，进行在内部细致的观察，而后再进行其他的突击行动完毕。脸上画上老年斑，戴上老年人的假发，特战女兵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年迈的老奶奶，让一个年迈的人去给他进行送钱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能够声东击西，其他队员再陆续跟上，可能反而会起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王雪一招制敌，控制了犯罪嫌疑人，成功解救人质。从战士中走来，又走到战士中去，9年的军旅生涯，让王雪蜕变成了一名坚韧的特战女兵，一个勇敢的特战女教头。女特的精神也是需要传承的，然后希望就是在每一批兵当中都有能够看得到，大家能够看得到榜样，能够看得到标准，然后能够朝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我们的这一代的责任可能就是需要把女子特战大队这个光环擦得更亮，让这个名片更闪亮。